尊敬的面粉们好，出大事了，出大事了！比特币跌到33000了，甚至有去32000、31000的可能性。不过这种情况呢，依然符合面具人的预判啊。我在上期节目中就已经说得很明确了，我对加密货币市场接下来很悲观，我建议大家空仓，别瞎搞了。加密货币市场还是要跌的。尤其是我在我的会员群当中啊，已经明确的叫我的会员跑 run， 空仓止损，及时的让我的会员躲过了比特币昨天从36000一路跌到了33000的恐怖收割啊！虽然说市场跌了，但这几天呢，我一直在强调涨有涨的玩法，跌有跌的套路，对吧？市场整体下跌，赚钱虽然难，但你如果说能抓住跌破整数位的这种小机会，做个超短线，那赚钱的概率还是很大的。你们来看这些视频，看面具人我预判的准不准？5月5号的节目中，面大提醒大家在38000及时避险。我自己设的避险点位还是按照38000去看。如果说跌回了38000，我大不了不赚钱嘛，或者是少赚一点，对不？然后，比特币一路下跌到33000。Luna 自从面大给出的避险位置以来大幅破位，节目播出以来达到40个点的跌幅。5月8号，面大再次提醒大家及时止损。然后，上一期节目中，面大再次给出当前行情的操作思路。所以目前币圈做长线的意义不大。就连华尔街的那些金融专家都说了啊，目前币圈只能做短线，做波段，撸到就跑，对吧？面具人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啊。你看准机会了，什么跌破点呀，跌破整数位了，抓住这个机会补个位，撸上几个点，赚到就跑，只能这样。各位面粉们，准不准？各位看到了吧？我预判的还算蛮准的吧？这几天有连续收看我节目的，更别说早就加入我会员的观众朋友们啊，应该是都学到了一些操作技巧吧。通过我的提醒以及操作技巧的教学，避过了很多下跌收割的风险吧？是不是？总之呢，市场你是没办法控制的，可是呢，你想多赚，你也可以搏一搏，但一定要做好第二手准备。你不能光想着涨。那万一涨不上去，万一跌了呢？对不对？可是咱们跌了也是有办法能够止损，甚至捞个油赚点钱的。今天面具人继续来给大家说一说宏观经济啊，这些是对你的人生、对你的投资思路是有着决定性帮助的硬知识。还有呢，我今天想讲一讲我对比特币加密货币市场的一些个人看法。我们接下来究竟该怎么操作？对，我临时想给大家加一个活动，算了，以后啊，大概率我会在每期节目中间随机说一个数字，你们听到了这个数字以后，在留言区回复这个数字和你的狐狸钱包地址，我就会从答对的人当中抽取1名，直接给你转账奖钱啊。为了公平起见啊，你们的留言我暂时隐藏。3天之后我会显示出来。那节目开始之前呢，请各位检查一下你们是否打开了屏幕下方的点赞、订阅、小铃铛，否则呢，错过了面具人的财经讯息、政治风险预警，而导致了你们没赚到钱，或者是被政府的恶性政策割了韭菜了，可不能怪我哦。那顺便把今天的这个节目转发分享到3个平台以上，截图发送到我的邮箱，就可以参与抽取这个月的 NFT 大奖了。中奖人数依然是10个人啊！回复邮件的时候别忘了添加你的狐狸钱包地址。这些 NFT 都是可以卖钱的哦。好，来讲正题啊。比特币连续深跌，目前停在了33000，可能到我做节目的时候已经是32000附近了啊。市场上逐渐有了分为2极化吧，很多人是万分恐慌，有一部分人呢还觉得是抄底的机会，可以看多了。好，来面具人就给大家分析一下啊，大家注意。我今天来给你们从宏观经济来讲一下啊，结合整个社会经济局势以及这个盘面，大家仔细观察，今年和去年
一样都是5月份出现了大暴跌，但不同的是，去年全球都在大放水印钱，美联储推出了不限量宽松的计划，导致市面上流通的钱很多，人们都有闲钱去投资很多东西。那即便如此，去年比特币从5月份就开始跌，一直跌到了最惨的时候28000啊，中间用了5个多月的时间才反弹到了69000，而且呢，这期间还有印钱，还有拜登的大基建印钞计划给助力啊，还用了5个多月的时间才涨回来。再加上那个时候啊，很多人对币圈也并不反感，很多人没有踏入币圈，被币圈割过，所以说呢，也觉得这是个机会，能玩一玩啊。可以说整体市场环境都是利好的，整体的市场环境也是比较健康的。可是到了今年呢，美联储7次加息缩表，目前呢只进行了2次，仅只进行到了第2次的加息缩表，整个币圈就跌成了这个逼样子了。那更别提后面还有5次呢，并且呢，币圈的混乱坑人的弊端也都显现出来了。99.9%的项目方啊，都是想轻松赚钱割韭菜的，拿钱不办事儿。典型的就是你们看嘛，Gala 呀、Sandbox 呀、Axie 还算好很多的了啊。咱们就说 Gala Sandbox 啊，前期牛逼吹的能有多大就有多大啊，什么承诺、什么牛逼都敢说。只要你掏钱，然后呢，你们掏了钱以后就没有然后了啊！人家都赚到钱了，钱都到人家口袋里了，谁还管你他妈的韭菜赚不赚钱呢？你们都他妈的最好给我赶紧死去，死绝户，死了！你们死了，这钱就不用给你们还了，听明白了没？美联储加息缩表，各国政府呢也都在加息去杠杆，缩表也就相当于去杠杆。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习近平说的去杠杆啊。其实大家仔细观察啊，世界各国政府对奴才的态度也都在逐渐的转变，各个国家都开始缩紧娱乐业、服务业，开始重工农业了。这也是面具人我长期以来说的全球右转的一部分。那如果说像什么服务业呀、娱乐业被紧缩了，那虚拟互联网金融的未来也确实就不容乐观了。所以呢，现在几乎没有任何看多的迹象和理由。加息才加到了第2次，市场就成这样了。而且世界各国政府他们也不想让中下层的屁民奴才们加入到这种金融收割圈里面啊，天天在网上点点鼠标、点点键盘，手机上点2下，买支票票、买个币币，你就能把钱赚了啊？那你们都这么轻松的赚钱了，政府还哪来的人给他们种地、搬砖、修路呢？对不对啊？你们都把钱赚了，都变懒了，那政府还哪来的奴隶去养政府呢？是不是？这个道理很简单吧？能想明白吧？所以呢，你们看啊，把去年跟今年对比一下，你不要说去年跌下来反弹了，今年跌下来也能反弹。去年的政策很好呀，你咋不说呢？去年政策那么好的情况下，比特币最低都跌到了28000，那今年政策缩紧了，比特币会不会有可能跌到比去年良好状态就跌到了28000的程度还要低呢？会不会有没有这个可能？你们自己可以推演一下可能性啊。虽然咱们不能排除币圈它有可能会反人性啊，大家都觉得市场不好了，可能会跌了，它给你反一波。但你们要知道，加息之后，机构呀、基金呀、VC 呀，他们拉盘的钱的成本也是会变高的。你们要知道，机构基金会他们拉盘的钱也是借的，加息了就代表利息变高了，他们借钱的成本也就变高了。而且呢，对于基金会的这些客户会员们来说，加息了以后，他们也未必愿意把自己的钱放到基金会去理财了。那你说加息了，我把钱存到政府、存到央行理财不香吗？存给政府稳妥没风险，而且这利息还涨了，更划算，是不是？69。所以呢，
各位，你们觉得接下来是该乐观还是该悲观呢？那觉得该乐观的请留言打1，觉得该悲观的请留言打2。其实乐不乐观、悲不悲观，我们可以从历史大数据看出来啊。美联储的历史数据中已经尝试过有6次缩表，时间分别为1921到1922、1928到1930、1937到1941、1948到1950，还有2000年。其中呢，在这6次加息当中的5次都是以失败、以经济衰退告终。你们要记住，一旦利率上升了啊，像美国的债券呀、房地产呀、股市的泡泡就有可能被完全的挤破。其实加息是无法抑制通胀的，谁告诉你们加息是能够抑制通胀的？纯粹是小白说法啊，忽悠外行人的，忽悠你们这些不懂的人的。你们想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嘛，那就是企业的资金成本变高了，企业融资难了，要付的利息多了，那这个成本就会直接反映到商品服务上面啊，要么商品变贵，要么服务项目变贵，对吧？那既然这样的话，通胀怎么可能降低呢？源头的资金成本都变高了，你还能指望它的服务、它的商品就会变低吗？而且不同国家加息的效果也是完全不同的。加息在中国可能会导致失业率上升，但是加息在福利高的国家则有可能会导致失业率下降。为啥？来，我告诉你，因为中国人本身压力就非常大，中国人要拼命的干活才能维持生计啊，维持房贷，维持自己养老婆养孩子的费用。在这种情况下，你给中国人再加息的话，房贷、车贷啊，信用卡各个生活成本加高了，那就不是失业率的问题了，那直接就是活不成了，韭菜就被逼死了。所以呢，你们看，中国就一直在减息降准啊，大家也都经常听，央行一会儿减息了，央行一会儿降准了，是不是啊？这就是为啥，明白了没？但是加息在欧美又不一样。欧美社会福利高，很多能干活的人呀，他也不干活，领个低保，哎，那个日子过得也不错，小酒一喝，每个月领个几百美金、几千美金，这都是有可能的。可是呢，这一加息了以后，领低保的人就扛不住了，他们的贷款、他们的消费就维持不住了，那怎么办？只能出去干活了呀。大家来看一组数据啊。1999年6月至2000年5月的第4轮加息期间，美国的失业率由 4.3% 下降到了 4%， 核心通胀率却由 2.1% 上升到了 2.4%。还有2004年6月到2006年6月，美国的失业率由 5.6% 下降到了 4.6%， 通胀率又由 1.9% 上升到了 2.6%。在美国，我们可以看出来，加息把这个失业率可以下降，但是呢，却又把这个通胀率给拉上来了。甚至我们可以列比一下啊，失业率下降了，通胀率反而上升了。各位，你们仔细想一想啊，我刚才说了这么多啊，什么失业率下降呀，通胀率上升呀，啊，民间资本回收呀，大政府呀，你把这些数据结合起来，你就不难发现，在这里面受损的都是屁民或者是民营企业。哎，就业率提高了，企业反而被绑得更紧了，屁民们来钱难了，他只能被逼得去干活了啊，去上班，去贡献劳动力，而企业同时又被绑得更紧了，他的资金被监管得更严格了。如果你敢不听话，那我就把你判断为劣质资产，或者我给你加贷款利息、加贷款门槛啊，不让你这个企业的资金正常运转。听明白了没？那企业被绑得更紧了，屁民干活更积极了，谁占便宜呢？各位想明白了没？企业也难受，屁民也难受，可是呢，政府的贵族们却一劳永逸。政府的贵族们就是操纵那个天平永远不会吃亏的庄，这才是西方加息的目的。加息会导致美元升值
虽说美元升值有利于进口，但是呢，美元升值了，屁民手里面的来钱成本也就高了，所以呢，中下层包括美国国内商品还有服务消费业都会削减。那这就有可能会导致美国的本土企业在双面夹击的情况下啊，政府给的资金又难了，成本又高了，然后呢，我成本高了，我又不得不抬高对屁民的这个价位，而屁民们消费的能力也降低了。那你说我做企业的我还活不活？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会被逼的考虑离开美国。本来川普还想让制造业让商业回流美国，现在你看一下这么一搞，人家更不可能回国了。说白了，美国权贵们为了保自己的政府财政，脸都不要了。所以各位，针对整个加密货币市场在这么严峻的商业情况、政府的资金政策情况下我是抱着看前低去的，也就是说，我不排除，甚至我有很大的疑惑接下来加密货币市场会不会跌到比特币去28000以下？那在这种情况下，我反而会把投资瞄准一些比较稳妥的实业初创项目，因为现在已经是普遍风险了，你买哪个币？大概率都是下跌，整个市场都在跌。那既然这样的话，我不如做风险投资呢，反正都有风险，做哪个投资都是风险投资。那我还不如说去找一些早期的种子项目呢，尤其是实业种子项目。那项目方真正的是好好干事儿的，我投给他，那我赚钱的概率和倍率就会很高，对不对？而且呢，你们要记住，毕竟面具人我是币圈的大咖，我是名人呀，对吧？每天找我来推荐项目，想跟我合作的项目方，遍地爬，每天都有，少了10几个，多了20-30个，对吧？我的项目的来源和我能掌握的核心资料是你们不能比的。这些项目方我不夸张，我问他们要啥，他们就得给啥，要钱给钱，要资料给资料，听明白了没？所以说呢，我能看到的东西，我能掌握的机密是你们不能比的。那接下来呢，我会利用我自己的一些渠道优势帮我自己去筛选一些我自己想要投的项目。除了币圈之外呢，我还会投一些粮食类的票票、黄金类的票票。OK， 如果你们想要更及时的币的操作点位以及投资策略、投资指导的话，包括参与我接下来的革命性项目的早期入场机会的，那就请下载 Line 或者 Telegram 搜索添加 ID Maskman118，跟我一起利润最大化，风险最小化。投资它是多元化的满大街都是好项目不一定单恋一枝花，对不对？满大街都是美女，看你有没有本事把美女钓上手呢？或者呢，你们也可以去什么信仰群呀、梭哈群呀、杠杆群呀、合约群呀。那祝你好运，拜拜。